老铁们放慢脚步，且听金彩彩娓娓道来2025最新西班牙恐怖片《夜班》。令人深入骨髓的惊恐故事发生在1979年的墨西哥。瑞贝卡来到一家医院应聘护士，经过院长和护士长反复的严格询问之后，瑞贝卡被录用了，并且还有1个月的试用期。可是瑞贝卡正式来上班，她被分配到晚班，而且是照顾那些危重的病人。医生大卡非常的热情，主动跟瑞贝卡握手打招呼。随后瑞贝卡投入到紧张的工作当中。到了晚上7点多钟，瑞贝卡正在查看一名重症患者，突然她听见过道上有奇怪的声音，于是走出来看看，然而过道上空无一人，于是她又回去拿药水，一不小心还弄洒了，于是就去更衣室换衣服。然而她却看见储物箱的铁门打开了，虽然里面没有值钱的东东，这也让瑞贝卡吃惊不小。就在这时，玻璃窗外出现了黑影，于是走出看看，然而还是啥也没有。瑞贝卡只好回来更换衣服。几秒之后，脚步声响起，这不是奇了怪吗？只闻其声，不见其人啊！瑞贝卡以为自己出现了幻象，也就没再继续探究下去，接着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不久，病人皮特从昏迷中醒来，瑞贝卡赶紧跑来护理。皮特连忙表示 ¿Me puso algo mientras dormía? No, aún no. Creía haberte visto entre sueños. Ah, no. Fue otra enfermera. Era otra enfermera.这把瑞贝卡吓傻了，因为落款的护士名字并不是今晚值班的同事，他们一共才3个护士当班，也就是说出现了第4名护士。他找到同事长发妹询问，但是遭到长发妹的坚决否认，因为他和另外一个护士根本不会用驱马多药水打针给皮特，这个技术只能是医生或者经验老道的护士才会。长发妹说到最后怀疑是瑞贝卡故意在搞事，然后气愤地走开。瑞贝卡只能将信将疑地走回病房，可是过道上的灯泡一闪一闪亮晶晶，接着身后传来脚步声，瑞贝卡一回头，就这时病房传来警报，重症病人艾琳快要不行了，瑞贝卡左等右等就是不见医生来处理。危机关头，瑞贝卡不能见死不救，于是运用从父亲那里学到的医学知识，采取了急救措施，成功救了艾琳一命。这时医生老特才姗姗来迟，在瑞贝卡面前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还问瑞贝卡是从哪里学会，而且还说瑞贝卡的手术切口有点大，好像是他的技术更加高深似的，然后洋洋得意地回办公室。瑞贝卡想起了之前那个神秘护士打针的事情，于是追出去问老特 Es que alguien le administró tramadol a mi paciente. Aquí están las iniciales. Es parte del tratamiento, ¿no? Sí, tenía mucho dolor, pero alguien se metió con mi trabajo. Pues ese es su problema, enfermera. Ahora, si no puede con el paquete, dígalo. Y le asignamos a recepción más de mujer. 瑞贝卡也是无语了，人与人之间那是足够的冷漠。几天以后，医生大卡推荐瑞贝卡进入手术室帮忙，这让瑞贝卡感到吃惊，毕竟他是在试用期。大卡表示这对于瑞贝卡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机会，希望他不要错过。瑞贝卡当然想顺利的通过试用期，于是就答应。瑞贝卡和大卡提前到了手术室，大卡就在他的面前展示那些手术器械。No es cierto, es broma. Esto se llama la sierra y conductor Gigli. Mire, présteme su brazo. Présteme su bracito, no le va a pasar nada, mire. Levántelo. Se enreda así y prácticamente puede cortar cualquier miembro con esto. 哎呀，看着这些东西，我也感到有些毛骨悚然。很快心脏手术开始，主刀的医生是老特，大卡在一旁协助，护士瑞贝卡和长发妹负责器械。手术一直都很顺利，到了下半场，瑞贝卡突然看见墙角出现一个鬼护士若隐若现，吓得她差点倒地。接着更加离奇的是，那个鬼护士竟然走了出来，用手术刀割伤大卡的手背。大卡不得已赶紧止血，这下彻底影响了手术进程。接着诡异的事情发生，病人坐起来大声叫喊，心脏都要挤出来了。在老特的带领下，瑞贝卡和长发妹一起采取措施，大卡只能在一旁捂着伤口看着。一通紧张的操作之后，老特从病人的
胸腔里夹出一块小木片，很明显就是那个鬼护士塞进去的。这次算是有惊无险。事后老特气呼呼地表示，自己从业25年以来第一次遇见这种事情，还问瑞贝卡到底看见了什么。Creía haber visto a alguien. ¿Un fantasma? ¿O a quien le puso el tramadol a sus pacientes? No es ingenua, por favor. Pero no escucharon los pasos. 老特根本不信什么鬼神之类的说辞，毕竟这是一起不大不小的医疗事故，他就让瑞贝卡去背黑锅，大卡也只好叹口气。他在老特面前也只是小弟而已。瑞贝卡气得眼泪都流了出来，默默地去换衣服。到了下半夜，小护士正在打瞌睡，这可是违反护士的操守，鬼护士看不下去，叫他醒来他也不醒。小护士吓懵逼了，就去照镜子，脸上多了一个巴掌印。看样子这个鬼护士那是相当的敬业。日子一天一天过去，瑞贝卡已经适应了这里的节奏，大卡一直对他很热情。那天他走过来单独找瑞贝卡说话，先是关心了一下工作，接着真面目露了出来。这是大卡想跟瑞贝卡玩暧昧，鬼护士看不得这个大卡卑劣的手段，就出来警告大卡。当然大卡不知道，因为他看不见，还以为只是出现了意外而已。那天护士长告诉瑞贝卡，还剩下1个星期的试用期，让瑞贝卡特别小心，工作上不要再出错了。他很看好瑞贝卡的，因为他在这里工作了22年，什么事情都见过。也就是说，那个鬼护士的事情他也见过，而鬼护士就是个最佳试用筛选器。他认为瑞贝卡是个好护士，希望他能留下来工作。瑞贝卡顿时明白，这家医院真是在闹鬼啊！然而不幸的事情就在这个星期内发生。那晚大卡找到瑞贝卡，想和他建立某种特殊的关系，但是遭到瑞贝卡的严词拒绝。大卡还不死心，竟然追进女更衣室，然后表示要考虑是否在瑞贝卡的试用报告上签名。很明显，这是在威胁瑞贝卡。这家伙简直就是人面兽心的家伙，瑞贝卡只能默默的忍受。到了半夜，大卡查完房就把瑞贝卡支开，他要单独去一间病房，那里刚好住下一个因车祸住院的美女，两人就在病床之上行了苟且之事，这一幕都被瑞贝卡看见。就在这时，他听见有人叫他的名字，于是循着声音找了过去。他来到更衣室，鬼护士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还把脸部给他看看，哇塞，嘴巴一圈都是被烫伤的，十分的瘆人了。等长发妹找到瑞贝卡，这才把他叫醒。随后瑞贝卡和大卡看见之前那个美女竟然拿着一把手术刀，把自己的脸全部划伤，简直没有一块完整的皮肤。他们赶紧把手术刀夺了下来，然后报警了。警察对于美女的自残行为十分不解，这要多大的勇气才行？瑞贝卡心想，这肯定是鬼护士所为。从那天起，病房开始有警察守候。然而大卡照旧色心不死，竟然在办公室侮辱瑞贝卡。鬼护士在门外看见了这一切，但是他并没有出手，一直等他搞完。不久，病房出现怪声，于是警察和瑞贝卡用钥匙打开了玻璃门。他们看见一个小推车上有把带血的手术刀，警察觉得这件事情比较诡异，就往里走去。瑞贝卡知道是鬼护士来了，就担心门锁等下被锁死打不开，于是就用小推车隔离开。果真鬼护士出现在一间病房里，而且他身后布帘的后面应该是掉了一个女人。警察不信邪，拿着枪走过去阻拦。哇塞，里面被绑的竟然是半裸的护士长发妹。很快鬼护士用手上的剪刀刺伤了长发妹的胸部，警察吓得开枪都打到天花板上去了。警察看不见鬼护士，所以他还在长发妹的周围查看，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结果还被地上的血液绊倒。鬼护士冲了过来，刺死了警察。瑞贝卡吓得躲在一边哭泣着。此时病房的报警声响起，老特照旧过了一小会才来。
最后鬼护士硬生生割断他的喉咙，明白地告诉老特死有余辜。瑞贝卡赶紧跑出来打报警电话，可是被鬼护士阻止了。接着一台小推车自动飞向鬼护士，上面都是那些恐怖的手术器械。瑞贝卡赶紧抓住小推车，然后从上面拿了一把手术刀想自卫。这时院长听到动静走过来查看，瑞贝卡让他赶紧离开这里，但是已经晚了。那根开颅的断头伸进了院长的嘴里。瑞贝卡一看鬼护士开始乱杀无辜了，于是挥刀冲上前去制止，结果反被鬼护士推倒落在院长的身上，反而无意中用手术刀刺死了院长。瑞贝卡顿时清醒，自己的力量太弱，只有跑吧。哪知道大卡听见动静过来查看，问瑞贝卡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当然无法说得清楚。鬼护士突然出现在大卡的身后，手上拿着那种医用的软锯条，直接把大卡扑倒。这里面最坏的就是大卡，鬼护士自然不会放过他，硬生生的用软锯条沿着大卡的嘴巴割掉脑袋的一半，那个场面异常的血腥恐怖。到了第二天早上，警察才赶到，于是询问瑞贝卡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此时的他已经被吓得处于痴呆状，护士长惊得下巴合不拢，他也猜到是怎么回事，但是不敢说，也说不清啊，因为这个鬼护士在10几年前被这家医院的男医生侮辱过，他为了报仇就杀死医生，然后在医院的地下室自杀。影片到此结束，我认为本片拍摄还不错，满分5星我给打分接近4星。本片的恐怖氛围的营造那是一流的，故事的设定中规中矩，片中的演员演技都还不错，尤其是大卡那个色迷迷的样子，简直入木3分。好了，谢谢大家的捧场。